这个社会新闻是这样，你现在去查应该还查得到，就是说高一的急诊室跑进去一个枪手，急诊室也是要等哦。那个高一的急诊室我以前去过，反正就椅子那边等哈，那等候区哈，那个枪手跑到急诊室里头，然后直接朝在等候室里坐着等的人开枪，把那个人干掉了，然后就逃之夭夭，逃到门口的计程车。计程车也不知道他是枪手嘛，然后就载他走，好 ，OK， 好，就这样。我靠啊，堂堂医院呢，然后急诊室这样跑进来，有人跑进去杀人，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在高雄。好，然后后来那个人也很好抓等于是半主动投案，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欠他钱，然后怎样怎样，就是很普通的事情。好，事情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可是我又觉得说。黑道买凶或者怎样，他有必要跑到急诊室里面去把人干掉？这也太扯了吧！然后后来被抓，那太扯了吧！我特别花时间去追踪了一下这个新闻，后来还真的被我追到，很夸张哦。高科大、中山大学、高医大、高师大，在高雄想要把房子租给学生、大学生这4所高雄的大学应该要怎么选？先说结论，我建议你等快退休再说，因为当大学生的房东算麻烦。如果硬要选的话，我会推高医大因为老了我自己也会用到。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职业军人好买房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如果你想要当包租公，然后是瞄准高雄的大学的话，你可以挑哪几间大学附近？那我只会讲比较知名的那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这几间点名到少子化也不会倒可以报比较久。如果你有其他推荐的学校，欢迎下面留言。好，来第一个国立高雄大学，高大高雄大学。这还是国立的那高雄大学在楠梓区，那因为台积电扩厂的原因，房价也是涨得非常的快。那边通常我们都称高大特区，说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你有开车去附近你就知道。然后你看乐居这张图高大特区这边的成交数量，2023年1074间，2024年2232间，这叫翻倍这叫翻倍，这很夸张那高大特区这边可以讲一下，就是高雄大学它的学校的体系很完整。我说这一区啦可以让你直接幼稚园一路念到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在这一区就去搞定，做一个真的是纯纯正正的高雄人这样。那所以是北高雄目前算起来比较顶的文教区。那自产物件的话，就不一定要弄套房你可以考虑2房或3房，因为会有教职员来租。来第二个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虽然名声不怎么样，什么香蕉哥哥什么的，来一个堂堂国立大学，高雄分数最高的国立大学，给它弄成这样，但对还是讲一下中山大学在鼓山区或那个外地比较不懂会说盐城，那也没关系那临近西子湾、哈马星商圈、哈马森那边，那跟博二艺术特区就很靠近这样。那这边的出租基本上就是吃中山大学的学生跟教职员就对了。那你就是弄套房来出租就对了。如果你的地点比较靠近博二，还有机会去租到在博二观光里头工作的一些贵哥贵姐但我还是建议，如果你在附近要硬弄的话，就是套房，因为贵哥贵姐他们也是会接受套房，而且那边弄套房已经是一个常年的传统了。再来你要知道，还有哪边也适合自产接下来第3个，高雄医学大学高医高医大在三民区，就算火车站后站那边是很成熟的地区，那基本上都没有人在买卖。一样，我们来看乐居的图2023年成交290，2024成交92，这怎么还会减少这么多呢？这个减少是腰斩以下那表示这边的人就不太买卖。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好不容易买到高一附近的物件，那就不要卖，就不想要卖这样。如果你手上有一间高医大附近的房子，真的是要恭喜你那高医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它除了大学以外，还有医院，很多长辈是喜欢买在这里的，这叫高雄的老人退休圣地，你知道吗？离医院近，走路就到，因为老了不能开车然后他拿个拐杖卖吐吐，他也是可以去高医里头去拿药，不然就坐在那边吹冷气，跟其他也来拿药的老人们闲聊，那是一个老人的社交。如果你出租在这边的话大概就是希望
租给高一的学生，不然就是附近的那个护理人员。这边的房价真的是铁板一块，基本上是无视行情的，无视涨跌的。反正这里是高一，高一它的地位是什么？就很像台北的台大。高雄最好的医学中心，以市区来说就是高一。我知道，当然有人要讲什么那个长兴湖的长庚也不错澄清湖长庚，但它就比较远在正市区里头，就是真的就是这个高一很稳的这样。讲到高一我等一下再补一个八卦那来第4个，国立高雄师范大学高师大。高师大有2个校区和平跟燕巢你听到燕巢你就知道什么地方这样那燕巢我不熟，我就不讲了。应该说我们做房地产不太会去研究到那个地方去如果有研究是一点点心力要拼倍数的，不是说像我现在稳健流派，大概就是跟着台积电的外溢，然后看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燕巢我就不讲了那我们来讲和平校区。和平校区在苓雅区市中心，高雄市市中心。你这样讲起来它很像是那个高雄市跟凤山的交界处，也没那么交界啦反正你自己 Google Map 打开，你看一下高师大那它对面就是文化中心然后跟那个附近人家会讲叫五福学区跟和平商圈。虽然我不知道和平商圈有什么好商圈的，机能是蛮不错的。我之前有一支影片在讲超高屋龄电梯大楼，也就是屋龄高雄市45年的国宅，4维国宅，这个就在高师大对面，对面那个林泉街我们以前吃饭街这样。好，那高师大附近有几所明星学校，就是它学区很好啦，什么4维国小、五权国中、五福国中，这都是很多家长趋之若鹜的学校。那高师大也一样它可以让你从小念到大，它有博士班所以真的是可以让你从小朋友那一路念到博士毕业那个以前我们看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很夸张他们讲说，反正就是如果有这种人都会特别被点名说，从国小开始就一路都在高师大念到现在博士了，怎样怎样。我觉得这没什么好炫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把它拿出来讲。所以你买这里的房子是可以当学区房用的会有人来找你挂户籍。那我们还有一个高雄的高科大没有讲，高雄科技大学不是忘记是高科大，它经历过并校，它并了3个学校，3个大学。然后它现在有4个校区，建工校区在三民，第一校区在那个楠梓那建工校区的话就是本镇那第一校区的话，它就以前叫什么高第一然后还有燕巢校区跟旗津校区然后海洋也是一起并进去，总共有3万名的师生撒在各处。我会说，这边学生还蛮不错，就是至少啦，在我职场上遇到的那个，现在他们领的毕业证书叫高科大不管他以前入学的时候是哪一所学校，那我个人感觉还不错，就是在职场上的态度然后那个执行的认真程度，还是真的是好很多真的是好很多。如果你是中小企业主的话，你叫你的人资那未来你有看到那个高科大高雄科技大学的履历，你要特别留意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就是说他们也知道他们比不上台师正、台清交所以就工作上就是很务实很努力啦，真的是努力。我的样本已经大于5了，我不知道是学校在他们在学生的时候就一直恐吓他们说你们要努力，因为你们就已经比不上那些名校了，还是怎样我不知道那这个领高科大毕业证书的学生真的是表现起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优秀，很扎实然后就不会跟你搞一些莫名其妙，就是我们大家会讲眼高手低嘛他们都不会，他们就是好，你叫我做这个我就做，然后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我会跟你讲那看你要不要答应，就很好很好的员工的范本我会认为是在目前这样配合下来，我个人认为是高科大会是相当理想的选择。那中山大学我没有说它不好不要拿这来赞我就比较我要去国外我要领 global pay 因为他们有眼界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很往外跑，然后也不太看得起台湾中小企业，这样就配合上工作态度配合上，该做的会做其他就再说那反而是这种勤勤恳恳的努力工作上班，这个高科大我个人是挺欣赏的挺欣赏。这个应该是如果你是中小企业主的话，真的是他这个履历你要留意一下，都很肯做了。以现在这个2025年的年代来说，
你遇到一个很肯做的这个员工哦，是不是已经好非常非常非常多了？中小企业主就知道我在讲的这个的含金量哦。因为眼高手低哈，那个眼光都在海外，都觉得台湾只是他的跳板，我们爱做不做，名校一堆一堆都是这种情况哦。这我就选不好，你就在台湾，你好好干嘛？你觉得说台湾只是踏脚石，拖累你，然后干嘛干嘛，然后觉得那个老板主管的指令很智障，很智障，你还做老板啊？你又不做，那边该，不好配合。就说高科大学生真的很多，如果我们再讲下去的话，这一集可能要拍个1-2小时哦。那所以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拍一集来特别聊一下。那最后你要知道谁适合做大学生的房东哦？大学生的房东，我们来聊一下谁适合做大学生的房东。先说结论，等我退休哈，我应该也会把房子租给大学生哦，因为那时候怎样，我就闲没事做，就没有待机啊，就可以跟青春正美女大学生聊聊天什么的啊，那很好啊，没什么不好啊。但是我现在有工作，所以就不适合去找那种大学生租客。你要说这个是偏见也可以，大学生我不是没管理过我以前也管理过。我觉得有一个现象，你参考看看，就是很麻烦跟很废很麻烦很废。很麻烦是说，他就觉得他付了这个租金，然后什么东西你都要给他弄得好好的，因为他觉得他有付钱使用者我有付费所以这个是我的权利。然后学校也不知道怎么教的，就说你自己的权利你要争取啊，然后等等，他真的会来跟你战呢。然后我以前还被找过学校的教官，然后学校的教官觉得很烦，就是说这个洗衣机坏掉了，要叫厂商来修要时间，这不是就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大学生的要求是说，因为害他不能洗衣服，所以要赔偿他这几天去外面投币式洗衣机的那个费用。为了这件事情，找学校的教官来联系房东，房东来联系我，因为我在帮我朋友管。你说这个大学生有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是很麻烦然后又很废，很废的意思是说，奇怪都念到大学了那个灯泡不会换那个电视打不开不会研究一下那废大学生真的是蛮多的那所以如果你要做大学生的话，大学生客群的话，你自己要有办法然后3不5时，真的大学生出逃就贼，然后。他不是说故意出题目给你，他是说没有，我现在就有这个需求啊，他在问你，这是理直气壮，很合理这样。他钥匙弄丢了，然后要你开门，因为他们现在一票朋友，我都觉得是奇奇怪怪的那种狐群狗友然后就在那边卡在租屋处进不去所以你现在凌晨3点多你打给我，我他妈我还是个好人，我还有接，然后你说一大群人挤在那个楼下，你忘了带纸卡要我去开门。所以我开门，我开了门以后，你们是怎样？你们是要进去继续开趴是不是？那我其他的房客怎么办？然后在这有词没有啊，这怎么讲随便大学生就是这样，没关系啊，这个都男生就等当兵，然后女生的话就是等出社会被社会毒打以后就 OK 了，这些事情就会自己处理，比较容易去搞事情。还有那个寒暑假。寒暑假他就说他可不可以不要付这边的房租，因为他根本人也没在使用。我靠，谁跟你说租房子是你有使用才会住钱的？就这样这就是大学生会去给你出几个题目的地方那大学生也不是都没有好处，大学生的好处是哪里？好处是说，如果他住的 OK， 相安无事都 OK， 他会叫他学弟学妹来，因为他学弟学妹之后外宿的时候，他也会要找房子住，然后你就不用找了你广告大概只要打1次，因为以后就是他就说他学弟要租，他学妹要租然后就这样一路这样一脉相承租下来都算稳定。但是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麻烦那些出逃那些缺点，当你退休的时候都变成优点了。为什么？因为老人就很闲嘛，然后有跟那个年轻的活力正盛的大学生这边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不好吗？这有什么不好？到时候你的儿子女儿应该也是成家立业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然后你嘞，你有房子没错你整天在那边看电视，没人理你这样，你一整天跟那个活人讲到话又是年轻漂亮的女生讲的话，就是那个 7 的店员你租客都是大学生大学生需要你啊，然后最好还是你租给一些那个大学女生，女生问题更多。我这边没有贬义词，就是很多东西他们都不会去处理男生的话有点诡异男生我也不知道这个叫好还是不好。我先讲男生再讲女生。男生就是说那个浴室灯不亮，好就这样，这是我真实处理过了浴室灯不亮，不亮就不亮，不亮我也不觉得怎样妈的他没跟我讲啊，我靠，灯不亮他也不修，他也不用不用给他放着，所以他怎样？因为是套房所以他就是洗澡的时候就把房间门打开，那个灯不亮，不亮就不亮。
就这样哦，然后就一路到退租了，我也不知道他想什么。看我退租说，这个灯坏了。他说哦，对，坏很久。我说啊，你怎么不去换？啊，你怎么没跟我讲？他说哦，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洗澡？他就说把门打开啊，这样有光。哎，我也不懂，那男生那个忍耐的能力好像有点夸张。好，随便哈。那女生的话啊，房东叔叔，我这个电灯不会亮啊。房东叔叔，我房间有蟑螂，我要怎么办？房东叔叔怎样又怎样？就是好啊，那我就去帮你处理啊，不然干嘛？你说我色好色是一回事啊，就是老了嘛。啊，老了之后就没有年轻人跟你讲话或干嘛，然后大学生给你出点题目啊，这些题目一点都不难啊，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上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我现在这个年纪讲这个很奇怪但真的是一个好几个不止一个老房东都跟我讲这个，他们就很喜欢租大学生，为什么啊？就嘻嘻哈哈啊，就把他当儿子女儿养啊，真的是把他当儿子女儿。然后当然有那个表现不 OK 的，表现不 OK 是说音乐放很大声，跟他讲不听然后他就抱怨或干嘛真是他儿子女儿养那个中秋烤肉他拿到什么礼盒就是要分就是干嘛？那个老房东的生活这样子过起来是不错，所以我说谁适合当大学生的房东？我的建议是，就你退休以后我们都很适合你退休以后，我退休以后，我们都很适合。到时候真的啦，你这一整天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年轻人讲的话，我以前也不觉得说跟年轻人讲的话这算什么东西。然后那些老灰才跟我讲说，他们就觉得跟年轻人很有活力，这样打交道很好啊，不然都是跟一堆老人跟老人聚在一起死气沉沉所以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解法等到你老了，把手上的那个物件都换成收租，然后就来租个大学生，尤其是租给大学女生，租给大学女生的事情才多了，你不要租给一个大学男生，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就这样过了1年2年啊，你只有签约的时候跟他讲到话，然后其他时间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你也都不知道。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
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赖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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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哦，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只赖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赖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来讲八卦，讲八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5个大学的学区哦，那个高雄大学、哦中山大学、高医大、高师大、高科大这5个学区。好，那如果要让你选的话，你会优先要自产在哪里？我问你哦，你会优先自产在哪里？你听我刚刚这一顿分析，跟假设你对高雄有一点点理解的话哦，那以下我们来好好讲讲说，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大学对附近租客的样貌嘛。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附近房地产的影响。首先，高雄大学，我跟你说，高雄大学现在附近的房地产正在暴涨中，暴涨中。原因是因为台积电，高雄台积电那就直接造就了楠梓跟高大特区在这边嗨得要死就对了。为什么？因为离得很近，而且高大特区，我说真的，那边真的是你没有台积电，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起来哦？然后高大特区现在的特色就是房子新兴的哦，因为屋龄都不高嘛。然后大概你2房没车位还买得到1000万以下哦，那3房有车位哦，那都新房子哦，大概1500还买得到哦。那预售案的话，你自己去看。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对高大特区附近的在地居民来说，这个太夸张，因为高大特区就真的还好，以前就真的还好。那怎么因为台积电一来，然后就整个就这样飞起来？而且高大特区，你有去查那个 Google Map， 你就知道它离市区真的是有一点距离。也就是说，高大特区的生活圈它很难拓及到高雄市正市区里头，现在就炒那么高了。真的是有点夸张哦，有点夸张。他的生活圈大概就是围绕在楠梓哦。那我个人认为，我就分析给你听哦。那要做什么决定，我也不帮你做，你自己听听看。好，那未来会不会再更好？我个人认为也会哦，因为台积电的威能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发酵，还会陆陆续续变好，但那个幅度应该是相当有限，因为它已经打到了一个天花板，叫做我靠，这个价格我为什么不买市区？我为什么要住在什么都没有的高大？来，第二个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比较特别因为它在等于是，如果你从市区要到中山大学的话大概就是五福路桥，就是流行音乐中心那边过，然后走到底，那边走。好，以交通来说，中山大学都不便那个不叫方便，真的不叫方便那中山大学它很久了，所以说变成说它的房地产，我个人也认为还好。你买不管是我不能讲鼓山区我要说西子湾那边的房地产，因为鼓山区有包到美术馆你要买西子湾那附近的房地产或盐城区附近的房地产，就是你应该也不太方便去期待到大涨的原因是，第一个，它那边的重大建设也没有土地啦未来也不会再有什么厉害的重大建设，有的都已经现在进行式了，包含鸿海的办公室过大港桥那边然后再来是那个靠近五福路桥那边的亚洲新湾区，然后流行音乐中心就海音中心那有的大概都好了，它未来也不太会有一个什么猛爆性的发展，然后轻轨不是也都在走了吗 ？OK， 中山大学，那中山大学我特别提一个东西。这蛮特别的，这也是一个我的观众那边讲我才知道，我特别去查，中山大学那边有一条路叫哨船街，哨子的哨，吹哨子的哨，哨船船就船了哨船街，这个你查一下，哨船街过去大概20年都没有涨，都长那个鸟样子，长这个鸟样子不是说自产房地产怎样不好，而是说它是收租的绝佳标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总价就是20年前的总价，等于是这样。那中山大学附近的隔套收租也一直毛起来做很多人都毛起来做，行之有年真的。你说租大学生这个租金能有多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可是就是图一个稳定，然后跟教职员跟教职员。
那中山大学的学生跟教职员他们有一个习惯现象，这个要先跟你讲，你外地人你突然就杀到中山大学附近，你可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说，其实中山大学学生是这样明明有宿舍可以住啊，就是想住外面因为宿舍规矩很多，安纳都安诺啊那他们就喜欢住外面那女生的话，大概住外面的理由就是不用跟室友相处，跟有自己的小空间有自己的隐私。男生的话就是要带女朋友大概都是这样。那中山大学不是说他们一出校门口，然后附近就在那边住，没有，他们喜欢住市区正市区。所以说你在中山大学附近，你去做隔套收租，你也不见得有个好处。它不是说一个大学远到，反正你附近学生要出租，只能跟你租，没有。他们骑个摩托车，我看他们骑车啊，然后那个车也是改了那 PPQ 那就会骑车然后骑一下大概都到盐城区，然后再骑一下大概都到正市区了。他们喜欢住正市区，就这样。所以那边的隔套收租的，我个人认为还好还好。高医大最后讲。然后再讲高科大，就校区很多，然后也都在南子啊。那你现在才要去做隔套收租，没有不行，你就是要买那个旧房子、旧华夏来改因为那3所学校历史悠久，所以他们也营运很久，那个包租公早就都上了也都很成熟的状态之下，然后再加上台积电最近的关系，所以说那南子附近的房价都涨一圈了。你现在你才要去做高科大附近，那校区很多嘛。校区附近的包租公不见得能讨到便宜不见得能讨到便宜。好，那高师大高师大就是正市区正市区它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是个很好的传统明星蛋黄区，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个文化中心就是以前高雄的蛋黄，蛋黄是转移的像现在的蛋黄是不是说巨蛋？是不是说农十六？是不是说美术馆？那在上一辈人就是文化中心，利大德文化中心他就觉得厉害可是文化中心它也有它一体两面的地方在哪里？它未来没有重大建设就没有了，几乎都没有了所以它最好也是这个样子。它要再涨价可以啊，随着大环境往上涨。然后屋龄真的很老，你看我说高雄45年的国宅在高师大对面林权街那边就是这样啊它屋龄很老，学区很好又怎样？屋龄很老，所以未来你说它会猛爆性的上涨，我个人认为中古还好。因为那附近没有什么重大建设，就没有了那当然，高师大是传统明星学校了那你买那附近就很像你买在台北的东门捷运站，买在台北的大安区科技大楼站那边，就保本保值就传儿子女儿。好了，最后高一这边讲这老人退休圣地，你知道所以如果你有意自产在高雄，而且你反正是这样高雄在地的人都说我在高一有透天隔套收租，好。你那个安度余生就这样，是这种等级呢，高一然后高一的话，不是我要讲个八卦，好，我跟你讲，有一个那个社会新闻这个社会新闻是这样，你现在去查应该还查得到，就是说高一的急诊室跑进去一个枪手，急诊室也是要等那个高一的急诊室我以前也去过反正就椅子那边等那等候区那个枪手跑到急诊室里头。然后直接朝在等候室里坐着等的人开枪，把那个人干掉了然后就逃之夭夭，逃到门口的计程车，计程车也不知道他是枪手嘛然后就载他走，好 OK 好就这样。我靠啊，堂堂医院呢，然后急诊室这样跑进来，有人跑进去杀人，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在高雄。好。然后后来那个人也很好抓等于是半主动投案，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欠他钱，然后怎样怎样，就是很普通的事情。好，事情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可是我又觉得说黑道买凶或者怎样，他有必要跑到急诊室里面去把人干掉？这也太扯了吧！然后后来被抓，那太扯了吧我特别花时间去追踪了一下这个新闻，后来还真的被我追到，很夸张好。那个枪手他也不是什么杀手他也是个老实人就是这样然后为什么？因为那个老板欠他钱不给他，然后说怎样怎样的，他被欺负到受不了，然后才在黑市买枪，才去犯下这个犯行。然后重点来了，他癌症晚期，哇！这瞬间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新闻，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我说哇，原来是这样所以也是怎样？就是说，哇，
高雄人真的是敢爱敢恨哦，在我看到就是这4个字叫快意恩仇，因为他癌症晚期，然后被欺负啊，受不了啊，被戏打给做回来戏，然后就可以犯下这种案件。高一急诊室，车水马龙的地方，正市中心。如果你是杀手那个雇主给你这个案子说，我们的目标他会出现在急诊室的等候厅里面那你就不用怕，你就拿着枪你走进去把他杀了。我靠，你是杀手你也不敢接这种案子好不好？谁敢？亡命之徒，这个亡命之徒是因为他癌症晚期就来个快意恩仇，然后再想到高雄人对不对可以这样子把市长罢免下来把市长换掉，选一个新的，然后做的不好把他罢免，哇，这是高雄人。不要讲呢，我现在对高雄真的是 respect， 你知道，就是哇，快意恩仇。好啦，高一就是这样。那附近如果你有隔套收租，那就很好。高一附近真正抢手的东西是透天那透天是这样，老人就要住1楼然后儿女住楼上。好，那个就是老人退休的圣地，因为老人不爬楼梯的，然后拄着拐杖突街都可以去拿药那就造成了附近这样有行无市，真的是有行无市。就没有人要买卖，你知道那如果有出来，都被成交，那个都不是行情，那个银行见价都见不到，都贷不了80%，可是人家就是要，凭什么？凭他是高一这就是高一在大家心里的分量就是这样。高一的后天，我不是那个业配会讲到那个台湾房屋美术资讯，你之前有没有看到？很扯高一有人做资产整合，所以他要拿出来卖，去做下一个更大的案子。高一的透天案隔套收租的透天案，一个隔套收租透天，你觉得几个套房合理那一个案子52套。林老师，你台北人，你听听看，什么叫做52套？52间套房在一个案子里头，这还是人话吗？买起来5000万有找。就这样啊，这是高雄，真的是包租公的应许之地，我不为讲。